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宇宙虽然浩瀚的让人头皮发麻，但它终究是可测量、可框定的。往每个方向看出去，大约140亿光年左右，里面装着散布在深空中的数千亿个星系，像一张巨大却仍可丈量的星图。那幅画面给人的感觉很奇妙，既宏大到像神话，又可衡量到像一张精密的工程图，让人以为我们已经抓住了宇宙的边界与尺度。然后韦伯望远镜把那面金色镜面转向一片看似空无一物、黑得像墨汁的天空区域。就在那一刻，这种确定感像玻璃一样碎掉了。韦伯望远镜揭示的是一个直径近93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它比我们过去习惯的想象更辽阔、更深远，而且里面挤满了按旧剧本不该这么早出现的恒星与星系。他看见了大爆炸后仅3亿年就已像样成型的星系，看见了黑洞的增长速度快得离谱，甚至超过许多物理模型原先允许的上限，也看见了一些规模庞大、按年龄推算本该更晚才出现的结构，仿佛宇宙提前把后面的章节翻开了。但最令人不安的发现，并不只是韦伯看得多远、看得多清，更让人坐立难安的是，这些发现像在暗示，在我们的宇宙世界之外，可能还有东西，而且宇宙的大部分内容，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永远与我们无缘，在先进的望远镜也摸不到。如果你准备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尺度被改写的震撼，看看韦伯望远镜的新发现到底揭示了宇宙有多大，又发现了什么出乎意料的证据。要真正理解韦伯望远镜揭示了什么，我们首先得把一个直觉先放下。太空不是一个我们站在这里向外远远眺望的舞台，在宇宙里，距离从来不是单纯的远近，它和时间是绑在一起的，几乎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因为光速是恒定的，大约每秒30万公里，这是自然界给出的极限速度。它快到什么程度？快到1秒钟内，光就能绕地球转7圈以上。你眨眼的那一点点时间，它已经跑了很远很远。可即便是这样的速度，一旦距离变大，距离就会立刻变成延迟。像你再看一段已经发送出来但还在路上的影像，光传播得越远，最终到达你这里时，它携带的画面就越过期，越像就录像而不是现场直播。当你看1公里外的东西时，你看到的其实是几百万分之1秒前它的样子，延迟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确实存在。当你看月亮时，你看到的是8秒钟前的月亮，它此刻正在那里，但你眼中的它永远慢了8秒。当你看着太阳时，你看到的不是它此时此刻的样子，而是它8分钟前的样子。那道光从太阳出发，穿越空间，花了8分钟才抵达你的眼睛。所以这片天空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即时写照，它更像一股姗姗来迟的信息流。宇宙把消息寄给我们，而我们收到时，信封上早就盖了时间戳。这些延误在日常尺度里太小了，小到我们根本不会察觉，更不会因此困扰。我们的脑袋会自动把世界拼成即时、连续、同步的感觉，让你以为看到的就是现在。但当我们的目光一步步向外推进，延迟就会不断累积，累积到某个程度，它会彻底改变我们理解宇宙的方式。因为你看到的现在会越来越像过去。我们看到的太阳系外最近的恒星，其实是它4年多前的样子。你看见的是4年前发出的光。我们看到了银河系中心在26000年前的样子。那光出发的时候，地球上人类文明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银河系之外，投向恒星之间那片广阔到难以想象的深空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就不再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宇宙了。我们正在阅读的
是数十亿年前故事的早期章节，像在翻阅一本古老到几乎发黄的宇宙史书。因此，夜空并不是一张快照，它更像一个档案库。你抬头不是在看风景，你是在看记录，看过去。每个光点都带着时间戳，告诉你这条消息来自什么时候。每个光子都是来自宇宙历史不同时刻的信使，有的从近处赶来，有的从遥远的过去跋涉而来。信息来源越远，它所携带的故事就越古老，越接近宇宙的童年。问题在于，宇宙并不会把这些信息原封不动地保存到今天。随着宇宙不断膨胀，空间本身也在被拉伸、被延展，就像一张越拉越大的网。当空间扩张时，穿过其中的光线也会被一同拉长，不是光变慢，而是光的波形被拉伸。波长变长，意味着颜色在移动。原本能量更高的蓝光、紫外光会被拖向红光方向，继续拉长就进入红外线。这种效应叫做红移，而它绝不仅仅是颜色变了这么简单。红移其实是一份记录，记录着自光开始旅程以来，宇宙膨胀了多少，把它拉伸了多长。换句话说，红移就像一个宇宙时钟，你读懂它，就读懂了时间。光被拉伸得越长，说明它在路上走得越久，也就意味着它越可能来自宇宙历史的更早期。几十年来，天文学家一直依赖于针对可见光和紫外光优化的望远镜，因为那是我们最熟悉、最容易捕捉的窗口。人类的眼睛进化后，只能看到电磁波谱里非常狭窄的一小段，这也让我们天然偏见于可见光世界。像哈勃望远镜这样的仪器，确实改变了我们对附近星系、恒星诞生区域以及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理解。它让宇宙第一次变得像一部清晰的纪录片。但当科学家们试图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时，宇宙却开始逐渐消失，像舞台灯光一盏盏熄灭。不是因为它不在那里，而是因为它发出的光变了，被红移推走了。远古星系并没有消失，它们还在那里，甚至可能极其活跃，只是它们的光早已漂移到那些传统望远镜难以探测的波段之外，好像你拿着错误的频道去收听一段广播。韦伯望远镜的建造目的，就是去追寻那缺失的光线，把被红移推走的宇宙故事重新找回来。它的镜面跨度 6.4 公尺，并涂有一层极薄的金层。选择金不是为了奢华，而是因为金反射红外光的效率极高，几乎是为红外时代量身定做。韦伯望远镜并不绕地球运行，它选择了更安静、更稳定的深空位置。它在地球远处近100万公里级别之外的稳定引力点附近运行，在那里它可以保持极其稳定的指向，同时尽量避开地球与太阳带来的热量和眩光干扰。这样的距离让韦伯能维持极低的温度，而这种低温不是加分项，而是生死线。因为红外光和热量密切相关，你想探测微弱的红外信号，望远镜自己如果发热，就等于你在一间喧闹的房间里想听到细语。一台发热的望远镜会用自己的热辐射把目标信号淹没，让你看见的不是宇宙，而是仪器本身在发光。所以韦伯必须变得足够安静、足够冰冷，才能听到宇宙的低语，捕捉那些几乎要被时间磨平的讯号。当韦伯望远镜凝视着在我们眼中完全漆黑的天空区域时，它并不是在寻找虚无，而是在等待微光，等待那些经历了数十亿年宇宙膨胀、被拉伸到几乎不可见的光子，终于抵达我们这里。这些光子到达的速度很慢，有时甚至像滴水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到来，每一个都珍贵的像遗失的证据。韦伯会盯着同一片天空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就为了把这些穿越几乎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微弱光线
一点点收集起来。而他在那里发现的，并不是一个刚刚起步、安静而稀疏、充满尚待探索空白的宇宙。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已经熙熙攘攘的宇宙。星系像城市一样出现得太早、太多、太亮。韦伯探测到的一些星系团，形成于宇宙只有大约3亿年历史的时候，这还不到宇宙当前年龄的3%，几乎是刚出生就开始建成。为了理解这有多早，想想把整个宇宙的历史压缩到1年之内，从元旦大爆炸到年底是今天，那么这些星系是在1月2日就出现了，几乎是新年刚开始，舞台就已经挤满演员。按长期以来的模型，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宇宙黎明，本该相对暗淡、缓慢、稀疏，像清晨第一束光刚刚泛白。人们原本预计第一批恒星会慢慢点亮，像零星火种，逐步把黑暗推开。人们也曾预测早期星系只是由气体和少量恒星组成的小型脆弱集合体，需要数亿年累积、合并、长大，才会变成我们熟悉的成熟星系。但韦伯观测到的星系却已经很明亮，质量很大，而且正在以极快速度形成恒星，像是宇宙直接按下了快进键。其中有些恒星亮度高得惊人，即使隔着极其遥远的距离，韦伯仍然能把它们从背景噪声里捞出来。亮度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明亮的星系意味着大量恒星，而恒星的意义并不只是发光给我们看。在恒星核心内部，高温高压像一座炼金炉，会锻造出碳、氧等较重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宇宙最初时刻并不存在。更关键的是，这些元素往往要等恒星走到生命尽头，爆发或抛射物质时，才会被释放到星际空间，成为下一代恒星、行星甚至生命的原材料。所以当韦伯望远镜在如此年轻的星系中就探测到重元素时，它等于看见了一条证据链。早期恒星必须已经诞生、成长，并且已经有一部分死亡，把元素撒回宇宙。这意味着宇宙经历多次创造与毁灭的循环，比我们原本以为的时间要早得多、快得多。仿佛宇宙时钟在倒退，本该慢慢发生的过程突然提前发生了。宇宙的复杂性并不是缓慢爬升，而是像被加速了一样迅速趋向复杂，从简单到丰富，像一夜之间长成。而当我们凝视这古老的光芒时，也很难不生出一种细微却真实的谦卑。我们所处的现在，在宇宙面前轻得像尘埃。韦伯并不能立刻拍到这些图像，他需要时间把光子一颗颗收集起来，因为他接触的是已经旅行了超过130亿年的信使。这些光子在宇宙还年轻而陌生的时候就出发了，穿越膨胀的空间，像跨越了整部史诗。当那道光开始移动时，地球还不存在，连地球会出现这件事都没有任何迹象。太阳尚未形成，我们熟悉的太阳系也根本还没排上日程。银河系当时仍在由气体云与暗物质云塑形，像一座还在搭骨架的城市。海洋、生命、文明、人类历史的每一页都还没有开始，而这些光子早已上路。因此，当韦伯探测到它们时，我们看到的已不是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一段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影像。我们正在见证那些曾经只发生一次的时刻，它们被保存为光，穿越时间来到我们眼前，却永远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常说，韦伯望远镜不仅是在观测遥远的宇宙，更是在回望过去，把时间当作可被观看的对象。距离在这里变成了一条时间线，越远就越早，越近就越接近现在。
附近的物体呈现的是更接近当下的宇宙景象，像刚刚录下的画面。遥远的天体则揭示宇宙历史越来越早的阶段，像倒带回到开篇。然而，即使韦伯在卓越，也存在一个无法绕开的根本限制，这不是工程问题，而是物理学的边界。任何望远镜，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越过自然界设定的极限线，因为信息传递终究受光速约束。这条界限由自宇宙诞生以来，光所能传播的最远距离所定义，它被称为可观测宇宙，一个以我们为中心的巨大球体，半径约为465亿光年，这是我们能收到消息的最大范围。韦伯望远镜正在把观测推到前所未有的极限，捕捉到曾被认为不可触及距离上的星系，像把边界不断往外推。但即使是韦伯，也无法看到宇宙世界之外的景象，那里没有光能赶到我们这里。而正是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安，因为这意味着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空间不会在我们能观测到的地方突然停住，宇宙也不会因为我们看不到就结束。在那片世界之外，星系依然存在，可能数量更惊人，结构更复杂，只是它们的消息永远到不了我们这里。恒星依然会诞生与消亡，像无数次日出日落，但我们无法旁观。黑洞仍然会合并，释放惊人的能量与引力波，可那一切对我们来说注定是沉默的。整个宇宙历史仍在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区域展开，像一部永远不对外播出的纪录片，并非因为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空间本身扩张得太快，快到把那里的光永远推不进我们的可达范围之内。韦伯望远镜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视野究竟能伸到多远，更残酷的是，它也让我们看清宇宙里有多少区域注定永远超出我们的视野边界，不是暂时看不到，而是永远看不到。当我们领略韦伯望远镜在可观测范围内揭示的一切，比如早期宇宙里那种异常的亮度、结构的快速成型以及星系数量的密集程度，一个更深的、几乎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开始浮现：如果在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这一小部分里，就已经塞满了这么多东西，那么在我们视野之外，那片永远收不到消息的区域，它的真实规模到底会夸张到什么程度？在现代天文学的大部分研究里，早期宇宙常被想象成一个安静、脆弱，像刚醒来的世界。宇宙大爆炸之后，空间急速膨胀，温度迅速下降，物质几乎均匀地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像把一滴墨水倒进了无边的水里。虽然存在微小的波动，某些区域的密度略高于其他区域，但按理论预期，引力应该慢慢出手，像耐心的工匠，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点点把物质拉拢堆砌。在这幅经典图景里，第一批恒星只是勉强点燃，像刚擦亮的火柴头，亮一下就可能被环境压回黑暗。气体需要时间冷却，温度降不下来就很难收缩，暗物质运也需要时间增长，像一个无形的盆地，得先变深才能把普通物质留住。人们曾预期，星系最终出现时会很小、很暗、很脆弱，结构松散，得花上数亿年才能从幼苗长成真正像样的天体。用一句话说，按这种模型，宇宙应该是先学会走路，然后才慢慢学会跑步。这种预期不只是直觉，它影响了数十年的理论发展，几乎写进了宇宙学的默认剧本。所以当韦伯望远镜开始观测早期宇宙时，许多天文学家心里想的是，那里应该资源匮乏，光也稀少，像一片尚未点灯的荒原。他们预料会看到这里那里零星散落着一些原始星系，昏暗微弱，像在年轻宇宙里艰难喘息，而那个宇宙仍在摸索自己的方向。
然而，韦伯看到的却像一座已经开市的城市，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在原本应该几乎空无一物的时期，却一次又一次冒出明亮的星系，像有人提前把舞台灯全开了。这些并不是勉强维持的微弱火花，它们已经是活跃的星系。恒星产生的速度与后来成熟时代的星系相当，甚至更快，仿佛宇宙从一开始就会狂奔。令人震惊的并不只是发现了一件怪东西，而是韦伯揭示出一种持续出现的规律。这不是偶然，而像是系统性的偏差。在宇宙诞生后的前5亿年里，韦伯探测到一批批发出大量光线的星系，亮到让人怀疑是不是看错了年代。有些星系的恒星总质量高得惊人，达到数亿甚至数十亿个太阳质量的量级。这不是小团体，这是巨城。而如此巨大的质量，按传统时间表根本来不及聚集起来。宇宙那时还太年轻，时钟不该允许它长这么大。引力虽然强大，但它并不快，它更像缓慢但坚定的拉力。按理说需要时间才能把散开的东西拉回来，气体必须先失去能量才能坍缩，否则热压会把它顶住，这一步就不是想坍就坍。暗物质运也必须先堆出足够质量，像先挖出一个更深的坑，才能捕获更多普通物质，不然东西一来就散。恒星的形成需要数百万年，而恒星还要经历生老病死，才能在死亡时把更重的元素撒到周围环境里，完成化学升级。每一步都有最低时间门槛，像生产线上的必经工序，跳不过去。你把这条序列压缩得太狠，就等于逼物理定律当场失效，宇宙不会配合你。然而星系早已存在，而且还不止存在，它们看起来甚至相当成熟。在这些发现里，最令人不安的并不只是早期星系的大小或亮度，还有它们的化学成熟度。它们不仅长得快，还长得像经历过。韦伯的光谱测量揭示了碳、氧、氮等元素的特征，这些元素在大爆炸后并没有以有意义的数量存在。按理说那时还没材料，这些元素必须在恒星内部锻造出来，就像在恒星核心里进行的核聚变炼制。它们出现在如此年轻的星系中，意味着一件几乎不可避免的事：宇宙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代际更替，至少已经存在过一代恒星，它们燃烧殆尽燃料，走到生命尽头，并把重元素散布到太空中，为下一代恒星与星系提供金属原料。所以在宇宙最初的几亿年里，给人的感觉像是宇宙时钟在倒退，你以为还在序章，结果它已经翻到终章。要理解为什么这会让天文学家如此困扰，不妨把星系形成想象成建造一座城市，每一步都有先后，没有道路，没有宫殿，没有基础设施，你不可能突然冒出一片摩天大楼。钢材没生产出来之前，你无法浇筑现代混凝土，没有材料就没有结构，这是常识。每个阶段都依赖前一个阶段，缺一环就断裂。早期宇宙按理应该处于奠基期，正在打地基、铺管线、搭框架，但韦伯却发现了一些已经完工的建筑，不仅有楼，还有灯火通明的街区。这种理论与观测之间不断加剧的不匹配，被称为光照过强过早问题。简单说就是太亮了，而且亮得太早。当天文学家计算宇宙最初10亿年间星系应该产生的总光亮时，理论给出的结果和韦伯看到的现实对不上号。韦伯的观测比预测高出2倍、5倍，有时甚至达到10倍。这不是偏一点，这是偏到另一个世界。这种差异不是摄入误差，也不是小幅波动，而更像一个信号，
告诉你模型里有东西不对。面对这种让人坐不住的结果，科学家们做了他们最擅长也最严谨的事，先怀疑自己。他们质疑测量结果，担心是不是哪里算错、读错或者误判。他们反复检查仪器状态，确认韦伯的眼睛有没有偏差。他们重新分析数据，换算法，换样本，换团队交叉验证，像把每一个螺丝都重新拧一遍。他们提出一连串可能性：尘埃会不会让星系看起来更红、更亮？引力透镜会不会把远处星系放大？观测偏差会不会让我们只看见最亮的一群？结果却一次又一次保持不变。无论怎么折腾，结论都不肯退让。早期宇宙并不昏暗，它反而闪闪发光，像提前进入了繁华时代。甚至有些早期星系质量大得夸张，研究人员一度称它们为宇宙破坏者，意思是它们的存在像在破坏我们对宇宙早期该是什么样子的设定。按标准模型，这么大的星系在那个年龄不应该存在，时间根本不够它长到这个体量。除非我们对早期宇宙演化的某些基本原理确实存在误解，或者缺了关键一环。起初，一些天文学家希望是质量被高估了，也许这些巨物其实没那么重，只是测量把它们抬高了。他们也猜想，或许这光芒并不全来自星光，可能有别的能量来源在加戏。比如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如果非常活跃，会让整个星系看起来更亮，像给城市加了一圈强光灯，把规模显得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解释确实有帮助，但只是部分帮助，像打了一点补丁，却补不完漏洞。是的，一些早期星系确实拥有极其活跃的黑洞，能量输出会抬升时亮度，让星系看上去更夸张。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后，最极端的差异确实缩小了，最离谱的一些案例变得没那么违反常识。但即便经过这些修正，早期宇宙中大质量星系的数量仍然大约是理论预测的2倍。问题还在，只是没那么爆炸。紧张气氛有所缓解，研究者不再那么惊恐，但它并没有消失，像阴影一样仍贴在模型背后。更关键的是，这种模式不是一次观测的巧合，而是在多项调查中反复出现，越来越像事实本身。韦伯用不同仪器、不同波长，朝不同方向观测天空的不同区域，换窗口，换角度，换方法，每次结果都一样。早期宇宙非常拥挤，星系形成迅速，恒星形成效率高得惊人。这迫使天文学家重新思考一个最基础的假设：宇宙把气体转化为恒星的效率到底能有多高？早期是不是完全不同？在现代宇宙里，恒星形成效率反而出奇的低，星系里明明有大量气体，却大部分都不会变成恒星。这些气体会被加热，会被湍流搅动，会被恒星风吹散，或者被辐射扰乱，像一锅永远煮不开的汤。一个巨大的分子云可能花上数百万年才产出数量适中的恒星，然后就被反馈过程撕碎消散，无法持续高效生产。但早期星系似乎遵循不同规则，它们像开足马力的工厂，把原料快速变成恒星。一种可能性是，早期宇宙整体密度更大，物质挤得更紧，气体云碰撞更频繁，触发快速坍塌，就像拥挤交通更容易发生连锁反应。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一批恒星形成时，气体几乎只有氢和氦，缺少较重元素，因此冷却机制更简单直接。在合适条件下，这种结构更简单的气体可能比现代富含金属、过程更复杂的气体更容易直接坍缩，一脚油门就下去。并购，也就是星系合并，
可能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早期宇宙这是更常见，因为那时宇宙还更紧凑，星系之间距离更近，彼此擦肩、互撞、并入的几率大得多。合并发生时，气体会被推向星系中心，被强烈压缩到极高密度，从而引发剧烈的恒星形成爆发，像被挤压到临界点后突然点燃。因此星系的很多质量可能不是靠慢慢攒出来的，而是在短暂却猛烈的事件里迅速累积起来，像一次次暴风雨，把水位突然抬高。这些观点各自都能解释一部分现象，像拼图的几块终于对上了。但目前为止，所有方法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总有一部分数据仍然不肯服从旧框架。而在许多早期星系的中心，还藏着另一个更刺眼、完全不同的谜团。韦伯已经发现，宇宙诞生不到5亿年时，就已经存在超大质量黑洞，不是小黑洞，而是巨兽。其中一些黑洞质量是太阳的数百万倍，甚至数十亿倍。这种体量按传统时间表根本来不及长出来。按经典观点，黑洞通常由大质量恒星坍缩形成，先有星，再有洞，这是常规路线。由此形成的黑洞，初始质量也许只有太阳的几十倍，顶多上百倍，离一极还差得太远。它当然可以通过吞噬周围物质而增长，但增长并不是无限制的，它会被自身能量输出所刹车。因为物质落入黑洞时会升温并辐射能量，产生强烈反馈，像你往火里添柴，火越旺就越难靠近继续添。即使在理想条件下，要形成10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也需要比早期宇宙所允许的时间长得多，时间账怎么算都不够。然而韦伯却总能找到它们，不止1、2个，而是一批批像早到的巨兽。这迫使天文学家重新考虑一些过去听起来很极端的可能性，现在它们不再只是幻想，而变成严肃选项。例如，或许有些黑洞来自巨大的气体云直接坍缩，完全跳过恒星阶段，像不经由工厂直接生成成品。或许第一批恒星本来就巨大无比，质量可达现代恒星的数千倍，它们短命却猛烈，直接坍缩成巨大黑洞种子。又或许在早期那个更致密的宇宙里，黑洞合并比我们先前认为的普遍得多，多个小洞快速合体，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变大。这些说法目前都未被证实，没有哪一个能盖棺定论，但同样的，任何一种也都无法轻易排除。这就是现在最难受的地方，证据逼你承认不确定。这一时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早期星系和黑洞塑造了之后的一切，它们是宇宙后续剧情的开局设定，它们的辐射改变了宇宙，在电离时期把氢原子中的电子剥离出去，让宇宙从中性雾霾变得更透明。它们的超新星爆发把重元素洒满太空，为未来行星生命化学提供材料库。它们的引力把物质拉进第一批大规模结构里，像把散沙拉成山脉。所以如果它们的形成时间比预期更早，效率更高，那么整个宇宙演化的时间线都会被迫改写，后面的章节起点就要往前挪。随着韦伯继续深入，这种模式越来越难以忽视，你不能再说只是几个异常点。宇宙并没有耐心等待才变得复杂，它更像是匆匆而过，抓紧时间把事情做完。它以惊人的速度聚集恒星、星系和黑洞，这种速度挑战我们最好的方程式，也逼出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认识：如果宇宙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构建出如此庞大的结构，那么经过数十亿年的发展，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规模可能远远还不是上限。而当韦伯做出更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时，这种认识就彻底变得无法逃避，因为它不再只是量不量、重不重的问题，
他开始统计实际存在的星系数量到底有多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文学家们以为他们已经对一个最重大的问题给出了合理答案：宇宙里究竟有多少个星系？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极其困难。你要在黑暗里数清楚几乎看不见的城市灯火，把一台强大的望远镜对准天空中一小块看似空旷的区域，那种肉眼看去像啥也没有的地方，统计你能探测到的每一个星系，然后把这个数字按面积比例放大，推算覆盖整个可观测宇宙会是多少。当哈勃做出当时最深远的观测时，他在一块小的离谱的天空区域里发现了近1万个星系。那块区域小到什么程度？就像你手臂伸直，在指尖放一粒沙子，那粒沙子遮住的天区差不多就是它的范围。那张照片在当时令人震惊，因为它告诉人们，即便在最不起眼的一小点里，宇宙也塞满了星系。由此，天文学家估计宇宙中存在上万亿的星系，这个数字庞大到几乎无法真正想象。而且多年来，这个估计一直保持不变，像一条被写进教科书的常识，直到韦伯把手伸向更深的黑暗。随后，韦伯望远镜把镜面也对准了同一片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黑暗区域，像是在同一张地图上换了一副完全不同的眼镜。哈勃望远镜在那里看到的是星系之间的黑色缝隙，像夜幕里被拉开的空白，而韦伯望远镜看到的却是一层层微弱的红外光晕，像黑暗里浮出一圈圈隐形的轮廓。哈勃只能探测到勉强高于噪声的模糊光点，那些光点像远处的灰尘，隐隐约约，而韦伯则能分辨出结构，能看出这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整个有形状、有层次的系统。于是，曾经让人感觉空旷的区域，突然展现出拥挤、层次丰富且充满生机的景象，像一条原本以为荒凉的街。灯一开，才发现人潮汹涌，店铺林立，远处还藏着更多你从没注意到的城市。这种差异并不是哈勃望远镜看得不够好或出了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波长的限制决定了它能听到哪些频道。随着宇宙膨胀，来自遥远星系的光线在路上被拉伸，逐渐延伸到红外线波段，就像音调被拉低，频率被拖慢。当这些光到达我们这里时，它早已不在哈勃擅长的可见光范围内了。哈勃的感光耳朵不是为这一段波段设计的，星系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也没有突然出现，只是它们的光芒就这样从我们眼前溜走了，像电台换了频，你还停在旧频道，自然只听见静电。而韦伯从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接住这段被红衣带走的光而生的，像专门为红外宇宙打造的一台新收音机。韦伯望远镜进行了一次雄心勃勃的观测，他盯住的天空区域仅比3个并排摆放的满月略大一些，面积不算大，但深度惊人。在数百小时里，他收集了超过1万次单独曝光，每一次曝光都像一次耐心的长按快门，捕捉那种穿越宇宙时间弱到几乎要消失的红外信号。当这些图像最终被组合在一起时，结果令人震惊，不是好看，而是让人重新计算宇宙。画面中竟然充满了近80万个不同的星系，80万个星系挤在一片大多数人肉眼会觉得空无一物的天空区域里。为了真正体会这个结果的规模，你可以想象把著名的哈勃超深空场图像打印在一张普通纸上，那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但如果要用同样细节水平把韦伯这幅图打印出来，打印件需要4公尺高，4公尺宽，这不再是一张照片，
而是一幅描绘宇宙历史的巨幅壁画。而这幅壁画上的每一个光点都不是星星，而是一个星系，一座座银河城市的灯火。更夸张的是，这些星系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数百万、数十亿甚至数万亿颗恒星，每一个光点背后都是一个庞大世界。而在许多行星系统里，还拥有复杂的化学成分、尘埃和重元素，这些并不是宇宙一开始就自带的，它们是一代又一代恒星在内部锻造，在死亡时抛洒出来的化学遗产。事实证明，宇宙并不是稀疏地分布着几座孤岛，漂浮在无尽黑暗里，彼此遥不可及。它更像一张结构紧密的图谱，层层叠叠，远近交错，各个尺度都能看到清晰的层次。更令人惊叹的是，韦伯不只是数数而已，他不仅统计星系数量，还测量了它们，像给每个城市做人口普查和地形测绘。对每个星系，天文学家都能估算距离、质量、恒星形成率以及大致年龄，等于把它在哪里、它多大、它多忙、它多老一并写进档案。这使科学家能够重建星系在几乎整个宇宙历史中的变化过程，追踪它们从宇宙早期一路走到今天的成长轨迹，像把断续的胶片剪成一条完整时间线。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一种更深层次的模式开始浮现出来，这不是一团随机噪点，而是一种秩序。星系并非随意散落在宇宙空间中，它们会聚集、排列，像被某种看不见的骨架牵引着，勾勒出一条条隐形路径。从更大的尺度看，宇宙像一张巨大的宇宙网，长长的物质丝线延伸数千万乃至数亿光年，在星系团形成的密集节点处交汇，而节点之间则被几乎空无一物的巨大空洞隔开。这种结构几十年前就被理论预测过，但韦伯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把它揭示出来，像把雾散开，让轮廓终于可见。韦伯探测到的许多星系其实藏在尘埃后面，尘埃会阻挡可见光，让哈勃看不穿，但红外波长却更容易穿过尘埃的遮挡。于是那些尘埃弥漫正在疯狂形成恒星的星系突然冒出来，填补了过去观测里那些看似空旷的区域。原来不是空，而是被遮住了。宇宙网不仅变得更清晰，还变得更拥挤。你以为是稀疏的网格，结果更像密织的布。这很重要，因为星系的分布不是随手装饰，而是一份记录，它是宇宙演化如何进行的痕迹图。在大爆炸后不久，物质几乎均匀分布在空间里，而密度上的微小波动早在宇宙最初时刻就已经埋下，像地形里先天的起伏。密度略高于平均值的区域会产生略强的引力，虽然差别小，但足以在漫长时间里放大一切。随着时间推移，物质会向这些区域流动，差异越滚越大，越密的地方越能吸引，越空的地方越被掏空。于是引力把空间雕刻成细丝和节点，从周围抽走物质，留下巨大的空洞，像把一锅汤里的料都拉到几处，其他地方只剩清水。一个恰当的比喻是，降雨落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你不需要设计河流，地势自己会决定水往哪走，水会流入山谷，逐渐冲刷出河流与沟渠，而地势更高的地方则保持干燥，越冲越干。时间一久，一种结构化的景观就形成了，河网、支流、分水岭，全都被流动加重力塑造出来。宇宙的演化方式大致相同，只不过流动的不是水，而是物质本身，在引力这张地图上自动汇流。韦伯的观测表明，这个过程在宇宙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开始的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早，更有组织。这才令人惊讶。宇宙诞生之初，在只有几十亿年历史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长达数千万光年的丝状结构。这不是小涟漪，这是长距离的脉络。有些结构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挑战了人们对物质自我排列速度的预期，它们排队排得太快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天文学家称为宇宙藤蔓的结构，名字听起来诗意，但本质是硬核的结构证据。它由至少20个紧密排列的星系组成链状结构，横跨超过1300万光年，像一串灯火连成的长廊。这些星系存在于宇宙早期，但它们的组织尺度却能与更古老时代的结构相媲美，仿佛成熟得太早。宇宙藤蔓最迷人之处不仅在于规模，还在于它呈现的状态，因为状态往往比外形更能暴露历史。其中一些最大的星系已经停止形成恒星，进入静止状态，就像一座城市突然不再扩建，不再点新灯。这意味着它们已经耗尽或失去了形成新恒星所需的气体，没有燃料，就不会再有新的恒星诞生。而在宇宙历史的早期，大多数星系都还在积极形成恒星，这种过早安静下来的情况确实罕见，因此它更像一个信号而不是噪声。这提示我们，环境很重要，星系不是只靠自己成长，它也被周围邻居塑形。位于致密区域的星系和孤立星系的演化方式不同，一个在闹市，一个在荒野，命运节奏自然不一样。相互作用、合并以及拥挤空间的恶劣条件，可能加速星系生命周期，迫使它快速增长、快速消耗，甚至过早熄火。而且这并非个例，不是只在宇宙藤蔓这一处上演。天文学家利用这些网络数据，编制了迄今最全面、最深入的星系群目录，向给宇宙的社区和城市群做全景统计。他们识别出1600多个星系群和原星系团，时间跨度从大约120亿年前一直到几十亿年前，覆盖了很长的演化阶段。这些星系团就是构成当今庞大星系团的基本单元。今天的巨城都是从早期的小城镇逐步并成的。通过比较不同距离处的群体，科学家就能把空间上的差异翻译成时间上的演化，观察结构如何随时间形成与升级。早期星系群看起来往往混乱不堪，形状不规则，碰撞频繁，恒星形成速度很高，像施工现场。而更靠后的组别开始呈现秩序，结构更稳定，星系更平滑，恒星形成速度放慢，引力逐渐主导湍流与气体流入，像城市从粗放生长转入规划阶段。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种跨越数十亿年的连续观察几乎不可能完成，不是因为缺想法，而是缺数据规模与系统性整合。然而，尽管宇宙在这些图像里看起来如此稠密，如此井然有序，它的本质同时也是空虚的。结构越清晰，空白反而越显眼。在宇宙网的丝状结构之间，存在巨大的空洞，跨越数千万到数亿光年，里面几乎没有星系，像地图上大片无人区。这些空隙不是细小裂缝，不是略微稀疏，而是规模惊人的空白地带。它们甚至是宇宙中体积最大的连续结构，不是某个巨物，而是巨大空无。如果你能把自己放到这些虚空中心，向任意方向看去，你会看到黑暗绵延数千万光年，直到很远很远才遇到最近的星系，像在荒漠中找第一盏灯。某些空间区域之所以无法积累物质，并不是因为没有材料，而是因为引力把物质拉到别处去了，资源被抽走，留下空洞。韦伯的深空图像非常生动地捕捉到这种对比。同一幅画里既有密集的星系团，也有几乎空无一物的广阔黑色区域。
宇宙因此显得矛盾又真实，它既拥挤又空旷，既丰富又稀疏，既结构严密又荒凉。你换一个尺度，换一个角度，宇宙就换一副面孔。这就把我们又带回到那个数字问题，到底有多少个星系？我们过去是不是严重低估了？如果韦伯的伸长具有代表性，而来自不同方向的多次观测也表明它确实具有代表性，那么可观测宇宙中的星系总数可能不是数千亿，而是数万亿。也就是说，我们曾经以为存在的每一个星系背后可能还藏着10个，它们躲在早期望远镜无法探测到的波段与尘埃之后，或者太暗、太红、太遥远。那次修改几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不是改一个小数点，而是把宇宙的丰度整体抬升一个量级。星系越多，恒星就越多，灯火越多，舞台越大。恒星越多，行星就越多，围绕这些恒星的世界数量会跟着爆炸式增加。行星越多，出现复杂性的机会就越多，化学复杂性、生命条件乃至文明的可能性，统计上都被放大。所以宇宙不仅体积变大，它的可能性空间也更丰富，不仅更大，也更多样。然而即使是如此惊人的丰富性，也只存在于可观测宇宙之内，我们能收到信号的那一圈范围。越过那道边界，空间依然延伸，并不会因为我们看不到就戛然而止。星系仍在继续，像书页还在翻，但那一部分不再寄信给我们。结构仍在继续，丝线与节点仍在继续，只是它们的光永远到不了这里。韦伯向我们证明，哪怕只看我们能看到的那部分宇宙，它也比我们之前认为的大得多，拥挤得多。而这种认识立刻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可见部分都如此夸张，那不可见部分该怎么想象？如果在我们可见范围内，现实都如此丰富多彩，那么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到的事物又该如何衡量，如何谈论它的规模？乍一看，宇宙似乎很容易测量，你只要抓住几个关键数字就行。宇宙大爆炸发生在约138亿年前，光速恒定，这听起来像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因此我们很自然会认为，我们能看到的最远物体距离应该差不多就是138亿光年。时间乘速度吗？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连科学家谈论宇宙时也像默认这是真的，因为它符合直觉，也容易解释。但当我们认真对待宇宙膨胀这一点的那一刻，这种直觉就开始悄然瓦解。因为空间不是静止的背景板，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并非138亿光年，它的半径约为465亿光年，因此直径约为930亿光年。数字大的反直觉却是严肃计算的结果。这并非推测或艺术加工，也不是为了讲故事而夸张，它是测量与模型共同指向的结果，来自宇宙膨胀的观测以及古老光线行为的证据都支持这个尺度。这个数字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能，是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对运动的本能理解。我们习惯把远离想象成物体在跑，但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以超过光速的方式穿越空间。这条规律依然有效，从未被韦伯推翻。没有星系像科幻那样以不可能速度在太空里飞驰，也没有信号突破宇宙速度极限。相反，宇宙找到一种方式，在不违反任何物理定律的情况下持续扩张，而且扩得越来越大。它靠的不是让星系飞得更快，而是拉伸空间本身，把标尺本身越拉越长。当我们说遥远星系在远离我们时，很容易把它想象成爆炸碎片向外飞。这个画面直观但非常误导，因为从大尺度上看，星系并不是在太空中穿行，它们更多是被空间的拉伸带着分开，它们之间的距离变大，像两点之间的布被拉长。
而不是点自己在步上跑。一个熟悉的比喻能帮我们抓住感觉，想象在气球表面画上一些点，随着气球膨胀，每个点都会离其他点越来越远，你不需要让点自己移动，距离也会变大。没有一个点处在中心，因为对每个点来说，别的点都在远离它，这些点也无法依靠自身动力在表面跑开，它们只是被动地随表面一起扩张，表面本身在拉伸，而点只是顺势被带走。宇宙的运行方式也大致相同，真正被拉伸的是空间本身，而我们看到的远离只是这种拉伸在天文尺度上的表现。当遥远的星系发出我们今天探测到的光时，它离我们其实比现在近得多，那时的宇宙更紧凑，空间的尺子还没被拉到今天这么长。数十亿年来，当光线一路向地球传播时，我们与那座星系之间的空间并没有保持不动，而是在不断扩张，就像你一边跑步一边把跑道往前延长。当光线最终抵达时，发出光线的星系早已被空间的拉伸带到了数百亿光年之外，位置被推远了，像一艘船在你还没收到它的电报时，就已飘到了更远的海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观测到一些星系，它们的光线已经传播了135亿年，但它们此刻的实际距离却超过460亿光年。时间杖和距离杖不再是一条直线，光并非只是简单的穿过一段固定距离，像子弹飞过一条静止走廊，它行进的距离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加，因为它穿越的空间本身也在被拉长，仿佛路在它脚下越走越长。实际上，光一直像在宇宙的跑步机上奔跑，它不停向前，但跑步机也在向后带，谁更快决定它能不能抵达。宇宙早期膨胀速度较慢，跑步机转得没那么快，光线一步步推进，远处的历史也就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时间推移，扩张速度加快，距离被拉长得越来越快，像跑步机突然加速，前进的难度也跟着上升。有些光子之所以能到达我们这里，是因为它们在宇宙膨胀变得不可抗拒之前就早早出发，抢在加速时代到来前跑出了关键距离。而有些人，更准确说，有些地方的观测者，永远不会明白那些区域发生了什么，因为那里的消息从物理上就不可能抵达，这就形成了一个边界，被称为宇宙世界，一条可收到消息的极限线。宇宙世界不是太空中的一堵墙，也不是宇宙的边缘线，更不是一道能撞上去的实体屏障。宇宙里没有哪个地方会突然停止运转，也没有到了尽头就什么都没有的断崖。相反，考虑到宇宙有限的年龄以及空间膨胀的方式，这只是我们在此时此地所能观测到的极限，一条由时空结构画出的信息边界。在那片世界之外，光线根本无法到达我们，不是因为光不够快，而是因为规则不允许它成功穿越；不是因为时间不够长，而是因为它必须穿越的空间增长速度在某些尺度上超过了光速能够追上的幅度。而这正是宇宙令人深感不安的地方，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物理本身告诉你到此为止。空间并不会止于宇宙世界，那条线不是宇宙的终点，只是我们收信箱的最远投递范围。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宇宙在大尺度上都基本相同，没有哪个方向像是靠近边缘。星系的分布不会越看越稀疏，像走向荒凉边境那样逐步变空，相反，它在统计上保持一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大爆炸留下的微弱余晖，在整个天空中几乎完全均匀，像一层铺得极平的背景光。如果空间在我们视野之外突然结束，这种平滑性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边界效应一定会在某个方向上露出破绽。
因此，宇宙的范围远远超出我们的视野，但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延伸，它永远把自身的大部分隐藏在我们收不到消息的地方。在距离地球465亿光年以外，星系依然存在，可能数量更多，结构更复杂，只是对我们来说永远无声。恒星依然会诞生和消亡，像无数次日出日落，但那里的光不会来到这里。黑洞仍然会合并，剧烈的事件仍在发生，只是它们的回声永远过不了世界这一关。整个宇宙历史在那些永远不会影响我们，也永远不会受我们影响的区域中展开，像两个永不相交的舞台。来自这些地区的信号永远无法到达地球，不是很难，而是永远不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时空结构本身阻止了这一点。你在升级望远镜，也无法改变空间的规则。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条界限还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像海岸线在潮汐中前进又退后。随着时间推移，可观测宇宙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来自更遥远区域的光有更多时间抵达我们，新的旧消息会逐渐到来，世界因此向外延伸，向你能收到的广播电台范围慢慢扩大。但与此同时，在暗能量驱动下，宇宙膨胀正在加速，这是另一件事同时发生，更多区域开始被加速推远。空间本身的扩张速度现在比过去更快，跑步机正在提速。这两种效应相互竞争，一边是时间让更多光赶到，一边是加速让更多空间追不上。结果就是，宇宙中有些物体会短暂地变得可观测，但随后又会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像一盏灯先被你瞥见，随后永远熄在雾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并不保证永远可见，今天的可见不等于永恒的可见，它们的光线会继续被拉伸，波长越来越长，能量越来越低，像声音被拖得越来越沉，越来越弱。最终，这种光会变得极其稀薄，并发生深度红移，弱到任何望远镜都难以探测，仿佛信号被拉成了几乎不可辨认的低语。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些星系像被冻结在历史某个时刻，你永远只能看到它当年的样子，然后它慢慢褪色，直至消失。这并非理论上的好奇或科幻式假设，而是测得的扩张速率推出来的直接后果。数据逼你接受它。如果宇宙继续以现在的方式运行，那么大约在1000亿到1500亿年后，我们本地引力束缚星系群之外的每一个星系都将穿过宇宙世界，彻底退出可观测范围。未来的观测者将看到一个宇宙，只剩一小群临近星系在身边，周围是越来越深的黑暗，像孤岛被夜海吞没。宇宙膨胀的证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以及遥远星系的庞大网络都将消失在他们的观测中，不是不存在，而是到不了他们那里。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曾经存在过其他事物，在他们的可观测宇宙里，宇宙仿佛天生就这么小，这么孤单。这会带来一种深刻的视角转变。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宇宙观与位置和时代密切相关。可观测宇宙并非宇宙的全部，它只是宇宙向我们寄到的那一部分邮件合集。它仅仅是宇宙中恰好在我们此刻所处位置能够观测到的那部分，不是全景，只是窗口。如果迁移到另一个星系，可观测宇宙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你的收信箱地址变了。不同的星系会映入眼帘，原本看得到的可能看不到，新的区域则可能进入视野，另一些对象会消失在世界尽头，像地图边缘被卷走的一角。宇宙中每一个位置都定义它自身的可观测宇宙，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信息中心，这会造成一些奇怪且违反直觉的情况。
你以为大家看到的是同一个宇宙，其实每个人看到的只是各自那一份。2个星系都可以从地球上观测到，但它们彼此之间却可能无法相互观测到。像2座城市都能给你发邮件，却互相寄不到。它们可能位于我们世界的2侧，在你的窗口里都能看见，但在他们自己的窗口里彼此不在范围内。2者发出的光都能到达我们这里，但其中一种发出的光可能永远到不了另一种，因为空间把那条路越拉越长。从他们的视角看，地球本身也可能位于他们的宇宙世界之外。你能看见他们，并不代表他们能看见你。因此，没有一个特殊视角，没有一个宇宙的中心点，也没有一个位置能俯瞰整个宇宙全貌。每个观察者，无论身处何地，都处在自己可观察范围的中心。这不是特权，是定义。这就是韦伯望远镜如此变革性的原因之一。它不是给我们一张更清晰的照片，而是逼我们重新理解照片能拍到什么。韦伯把观测范围推向前所未有的宇宙世界边缘，迫使我们直面一个事实：观测本身有天花板。当韦伯探测到极端红移的星系时，他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古老天体的轮廓，他更像在展示因果关系的边界，告诉你哪些事件还能影响我们，哪些从一开始就与我们断开。那些星系的光芒早已不再来自它们最初闪耀的当前位置，因为空间把它们与那束光的出发点拉开了。它们此刻的真实状况，以及它们未来的合并、转型，甚至可能的毁灭，我们无从知晓。不是暂时不知道，而是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信息仍在太空中传播，被宇宙膨胀拉伸、稀释，在很多情况下永远到不了任何能接收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并非现在，而是过去，是被保存成光的历史切片。但即使这样说，也仍不全面，因为过去只是时间维度，而真正的限制来自能否相互影响的因果维度。在可观测世界之外，是不可观测的宇宙，不是虚无，而是我们无法接触的现实。这些区域可能同样包含丰富而复杂的星系、星系团与结构，规模与多样性不见得比我们看到的少。有些模型认为宇宙可能是无限的，空间延伸没有尽头，只是我们永远看不到大部分。另一些模型则认为宇宙是有限的，但体积大的难以想象，大到有限和无限在直觉上几乎没有差别。无论如何，可观测宇宙几乎肯定只是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像海面上一束光照到的区域。韦伯尚未揭示宇宙的边缘，因为结果越来越像在说，根本没有一个你能接近的边缘。换句话说，我们追逐的不是墙，而是一个永远向外延伸，同时又永远遮蔽我们的结构。随着这种认识逐渐深入人心，另一个问题也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宇宙大部分都被膨胀掩盖，那到底是谁在踩油门？如果宇宙的大部分都被膨胀所掩盖，如果现实的广阔区域永远无法触及，那么一定有某种力量在驱动这种膨胀加速。要了解这种力量，我们必须直面宇宙里最主要也最神秘的成分。它不发光，却主宰命运。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宇宙膨胀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大爆炸之后向外膨胀，引力像刹车一样逐渐减缓这一切。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万物向外扩张，而引力逐步减缓膨胀，这是当时最合理也最优雅的叙事。天文学家们争论宇宙会永远膨胀，还是最终坍缩回去，但所有假设的基本前提几乎一致，那就是引力主宰一切，最终决定宇宙的结局。但这种假设经不起观察的检验，因为宇宙用数据给了另一种答案。上世纪90年代末，
研究遥远恒星爆炸的天文学家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他们看到刹车不但没踩，反而像在加速。这些爆炸被称为 A 型超新星，它们的亮度非常稳定，像宇宙给我们的标准灯泡。正因为可靠，它们就像宇宙中的里程碑，你知道它本该多亮，就能从看起来多亮反推它离你多远。通过比较超新星的观测亮度与它应有亮度，科学家可以算出距离，再把距离与宿主星系的远离速度结合起来，宇宙膨胀的历史曲线就会浮现。而这些测量结果与所有人的预期都相反，曲线不是减速，而是上扬。宇宙的运转速度没有减慢，反而加快了，这相当于告诉你，宇宙不是在收敛，而是在更急促的扩张。如果膨胀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减缓，那么在同样弘毅下，遥远星系距离我们本应更远，光应更暗，结果却不是这样。因此必然有某种力量在推动空间向外扩张，它不只维持膨胀，还在持续加速，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油门越踩越深。天文学家观测的越久远，这种模式就越清晰，不是偶然，不是一段时间的异常，而是长期趋势。扩张的加速已经持续了数十亿年，时间长到足以重塑宇宙的大尺度结构与未来命运。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宇宙学不得不引入一个新的成分——暗能量，一个听起来像占位符却越来越像主角的东西。暗能量是我们无法看到、触摸或直接探测的成分，我们抓不到它，只能看见它留下的效果。它不发光，不像恒星那样照亮夜空，也不在任何波段主动告诉你我在这。它不吸收辐射，不像尘埃那样留下遮挡的痕迹。它不会聚集成恒星、星系或云层，不会形成我们熟悉的结构。它的存在完全是从它对宇宙膨胀的影响推断出来的，而这种影响大得惊人，它改写了宇宙的未来。目前的测量结果表明，暗能量约占所有物质能量总量的 68%， 也就是大头几乎都在看不见的那一边。普通物质，从星系、恒星到行星和人类，所占比例不到 5%。我们熟悉的一切竟然只是薄薄的一层泡沫，其余大部分由暗物质构成。它不发光，却用引力撑起了星系与结构的骨架。我们所能看到的宇宙，那种看起来坚实、可靠、触手可及的宇宙，事实上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暗能量最令人不安之处在于，随着宇宙增长，它的行为方式会改变力量平衡，而且越往后越占上风。随着空间膨胀，普通物质会被稀释，空间更大，物质更分散，这是直觉也能理解的。空间体积翻倍，物质密度减半，像同样一勺盐撒进更大一锅汤，咸味自然变淡。辐射衰减得更快，因为光子不仅被稀释，还会被红移拉长，能量下降。但暗能量不遵循这些规则，它像是对稀释免疫的成分，即使宇宙膨胀，它的密度也保持不变，空间变大，并不会把它冲淡。于是随着宇宙空间增大，暗能量的总量反而增加。这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正是它可怕之处。这会造成一种失控效应，越大就越多，越多就越快，越快又让它变得更大。更大的空间意味着更多暗能量，总量随体积上升，就像你把某种推力源越扩越大。更多暗能量会导致更快的宇宙膨胀，因为它在宏观上表现为推动空间扩张的效应。更快的扩张又会创造更多空间，让暗能量总量进一步上升，循环继续加速。数十亿年来，这种反馈回路不断放大，
改变了宇宙中力量的平衡，引力不再是唯一的主宰，宇宙的命运被另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重新改写。早期，物质占据主导地位，那时宇宙的剧本几乎全由有质量的东西来写。引力塑造了星系、恒星和宇宙网，把原本几乎均匀的物质拉成丝、拉成结，慢慢雕出结构的轮廓。但随着宇宙膨胀，物质不断稀疏，暗能量悄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不是突然夺权，而是像潮水一样慢慢淹没舞台。大约50亿年前，它成为宇宙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那时起，加速膨胀不再是边缘效应，而是宇宙命运的主旋律。韦伯望远镜虽然不能直接探测暗能量，但它几乎在任何深远的观测里都能发现暗能量的痕迹，像从风的方向判断看不见的气流。远古之光的极度延展，可观测宇宙的巨大尺度，以及遥远星系远离我们的方式，都在反映这种无形力量的影响。你看不见它，但你看得见它造成的后果。如果没有暗能量，宇宙会小得多，像一幅被收紧的地图，许多地方根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宇宙世界也会离我们近得多，我们能收到的宇宙邮件范围会缩小，很多今天能看到的远方将从一开始就不可达。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广袤区域，在过去的框架里根本不可能被观测到，不是因为望远镜不够强，而是因为舞台根本没被扩到这么大。暗能量不仅塑造了现在，它还决定了宇宙的未来。它不仅是当下的推理，更是未来的路线图。如果暗能量保持不变，正如目前观测最倾向的那样，宇宙膨胀将永远持续下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继续加速，像跑步机只会越转越快。星系团仍会因引力而保持束缚，像一座座岛群暂时抱团取暖，但在它们之外的一切将逐渐滑落到宇宙世界之外，慢慢退出我们的可见范围。数万亿年后，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中的观测者将会看到一个孤独的宇宙，近处星光灿烂，远处却空无一物，像站在灯火通明的孤岛上望向无边夜海。宇宙依然存在，但从他们的窗口看，它几乎空无一物。现实没变小，只是可见范围变窄，证据被时间抹去。然而，现代宇宙学中最严重的未解决问题之一，让这幅图景立刻复杂起来。宇宙的扩张并不愿意给出一个统一答案。韦伯望远镜并没有消除这个问题，反而让它更难忽视，因为它把测量做得更精细，却仍看见分歧。当科学家测量宇宙如今膨胀速度时，他们得到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两个答案，两个都看起来靠谱，却偏偏对不上。一种方法是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去探寻过去，那是宇宙大约38万年前释放的微弱余晖，相当于宇宙婴儿时期留下的体温印记。科学家从这片余晖的细微纹理与统计模式推断出膨胀速率，得到的值大约是每秒每100万秒差距67公里。这像是从早期条件推算出来的今天。第二种方法则查找附近宇宙，直接在我们相对近的尺度上量测，用更像测量尺与灯塔的方式来抓今天的速度。天文学家利用造父变星和EA型超新星测距，再把距离与星系远离速度对比，得到的膨胀率始终更高。这种方法反复给出大约每秒每100万秒差距73公里的结果，不是偶尔高，是系统性的高。两项测量都很精确，都重复了许多次，都经历严格误差检查，可它们的结果就是不一致，像两把校准过的尺子却量出不同的长度。这种差异被称为哈勃张力，它不是学术小争论，而像我们对宇宙理解里的一条深裂缝，越看越明显。人们原本期望韦伯望远镜能提供更清晰、更准确的距离测量来澄清情况，像裁判的终极哨声。
相反，韦伯证实了附近宇宙测得的更高膨胀率，他没有把差距抹平，反而像在说高值是真的。紧张气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剧了，因为这意味着矛盾不是粗糙数据造成的。这使宇宙学陷入尴尬境地，你不能再简单归咎于噪声或仪器，而必须面对更根本的可能，要么是测量出了问题，要么是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要么是我们的现实模型里缺少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像方程式缺了一项关键变量。一种可能性是暗能量并非恒定不变，它的强度可能随宇宙时间演化，以我们现有模型捕捉不到的方式改变膨胀速率。另一种可能性是未知物理影响光在巨大距离上的传播方式，造成微妙偏差。光走的路或许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或者更大胆一点，早期宇宙本身的行为可能与我们假设的不同，从一开始就埋下一个后来会放大的差异，让膨胀历史走向意料之外。每一种可能性都意味深远，因为它们不是修补细节，而是重写宇宙故事的开头。宇宙膨胀速度决定宇宙年龄、大小与最终命运，它是宇宙学里最核心的主参数之一。如果我们对它理解有误，那么几十年来宇宙学得出的许多结论都可能需要修正，不仅是数字调整，而是整体框架的再校准。这个问题并非表面问题，它触及我们描述现实的根本。我们到底是否抓住了宇宙真正的成分与规律？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形，目前仍不能完全排除，这不是主流答案，但它像阴影一样悬在远处。如果暗能量随时间增强而不是保持不变，那么膨胀最终可能在更小尺度上压倒引力，不只把星系拉远，甚至开始撕开结构本身。在大撕裂的假想未来里，星系团会被撕裂，星系被瓦解，恒星系统、行星、分子，最终连原子都可能被撕裂，从宏观到微观层层解体。目前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局，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要在噪声里分辨暗能量是否微变极其困难。精确测量暗能量非常困难，它行为的微小变化都可能产生巨大的长期影响，短期看不出来，长远却会改写结局。无论如何，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暗能量主导着宇宙，它决定舞台怎么变大，也决定我们看得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它扩展了空间，隐藏了我们无法触及的广阔现实区域，并决定未来的观测者还能保留多少宇宙证据。这就是可观测宇宙跨越930亿光年的原因之一。空间被拉伸，历史被铺展开，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存在将永远不可见，不是空无，而是隔绝。然而，仅凭暗能量并不能解释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因为它擅长拉开，却不擅长聚拢。虽然它在大尺度上把空间越拉越开，但在小尺度上必须有别的东西把物质拉到一起，否则宇宙不会形成任何结构。局部必须有某种因素抑制膨胀，才能让星系形成、星系团增长、结构显现，而不是把一切稀释成一片均匀迷雾。这种力量同样无形，同样神秘，而且绝对至关重要，它是宇宙自我维持的骨架。要理解宇宙如何在膨胀同时保持结构完整，我们必须求助于那套塑造每个星系、每个星系团以及宇宙网每条丝状结构的看不见框架。如果暗能量支配宇宙膨胀，那么暗物质就支配宇宙的自我维持，一个负责把舞台拉大，一个负责把舞台上的布景搭起来。没有暗物质，韦伯所揭示的宇宙不会以任何可辨认形式存在。你不会看到星系城市，只会看到均匀薄雾。星系不会形成，星系团会分崩离析，横跨宇宙的巨大丝状结构也不会出现。宇宙网将始终停留在几乎均匀的物质迷雾状态。
暗物质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发射任何我们能直接探测到的辐射，它像完全隐身的物质。然而它的含量比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加起来还多出5倍以上，真正的重量几乎都藏在黑暗里。宇宙中大约 85% 的物质是暗物质，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引力影响间接探测到它的存在与分布。每一颗恒星、行星、星云和星系都是在某种本质尚不可见的框架内构建起来的，看得见的是建筑，看不见的是钢筋。早在近1个世纪前，天文学家就发现星系行为不合逻辑，这才得到暗物质存在的第一条线索。漩涡星系外围恒星的运行速度过快，按可见物质算出来的引力根本按不住它们。如果只靠可见物质的引力，这些恒星应该早就被甩出去，抛射到星系际空间，像转盘甩水一样。可它们仍被束缚在一起，仿佛每个星系都嵌在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光环中，像被一只隐形的手圈住。那团看不见的物质就是暗物质，它不发光，却提供额外引力。随着观测范围扩大，证据越来越不容忽视，像从单个案例变成全宇宙的共同规律。整个星系团在更大尺度上也表现出同样问题，里面的星系运动速度太快，仅靠恒星与气体质量无法把它们绑在一起。引力透镜效应揭示背景星系的扭曲，而且扭曲程度远强于可见物质能造成的扭曲，想告诉你这里有更多质量。一次又一次，结论都不可避免，宇宙中大部分物质是不可见的。暗物质的重要性不只在于量大，更在于它的行为方式几乎与普通物质相反。与普通物质不同，暗物质不会发生碰撞，不会通过辐射损失能量，也就不会像气体那样被加热或被刹车。它几乎无摩擦地穿过太空，像幽灵一样互相穿透，这让它能更早、更快地响应引力。因此在宇宙早期它就开始聚集，当别的东西还在太热不肯它已经开始悄悄堆起来。大爆炸后不久，宇宙几乎均匀，只剩最初时刻留下的微小密度波动，像隐约起伏的地形。暗物质最先对这些波动做出反应，它先往密度高处汇聚，提前搭好结构的雏形。当普通物质还保持高温并抵抗坍缩时，暗物质已形成巨大的看不见光晕，而且这发生的比第一颗恒星点燃更早得多。这些光晕成为宇宙的支架，你看不见脚手架，但没有它，楼盖不起来。随着宇宙冷却，普通物质终于开始落入这些暗物质引力井中，被捕获，被压缩。收集的气体在压缩中升温，再冷却，最终达到能引发核聚变的条件。第一批恒星就此点燃，恒星形成，星系聚集，但它们并非随机出现，而是恰好出现在暗物质已经聚集好的地方，像按图施工。可见宇宙描绘的是数十亿年前制定的不可见蓝图，我们看到的是成品，蓝图在暗处。这个过程还产生了现实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宇宙网。从更大尺度看，物质排列成巨大丝状结构，横跨数千万到数亿光年，像一条条宇宙高速公路。这些丝在致密节点处相交，星系团在那里形成，像交通枢纽把流量吸进来，而丝与丝之间是巨大的空洞。这种模式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星系沿丝排列，在交汇处聚集，中间留下巨大空旷区域。可见宇宙遵循一个不可见的骨架，你看见灯火沿路排布，就知道路在那儿。韦伯的强大之处还在于它能穿透尘埃，探测到过去巡天遗漏的暗淡遥远星系，把缺失的那部分补回来。这填补了宇宙网的空白，也揭示结构出现的有多早。原来骨架在非常早期就已搭好。
韦伯研究表明，宇宙诞生之初，丝状结构就已形成，物质沿丝流入不断增长的星系团，像河流汇入海湾。这种流动不只是比喻，模拟与观测都指向同一幅动态图景。沿暗物质丝状结构流动的气体，真的像宇宙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有主干，有支线，有汇入口。星系不仅靠内部造星增长，还靠不断吸积沿这些看不见路径输送来的新鲜物质增长。像城市靠外部供应链扩张，甚至我们的银河系也参与其中。我们不是孤立漂浮，而是嵌在一条更大结构的细丝上。银河系位于连接更大结构的细丝上，沿着暗物质定义的路径在宇宙中漂移，方向不是随机的，而是受骨架牵引。在这些尺度上，运动是有方向的，而不是随意散开。你看得越大，越像再看一张交通网。几十年来，暗物质塑造宇宙网的角色主要依赖模拟与间接证据。大家相信它，但总觉得还缺直接摸到的那一下。而最近天文学家取得一项非凡成就，他们直接沿丝状结构探测到暗物质的存在痕迹。他们利用引力透镜效应，测量背景星系光在穿过预期丝状结构区域时的微妙扭曲，像用背景画面去显影透明镜片。这种畸变极其轻微，几乎难以察觉，但在统计上始终存在，像重复出现的指纹。他们发现，在没有可见物质解释的地方，却存在质量，那里看不见，但有重量。这意味着暗物质不只集中在团簇里，它还横跨宇宙，把结构连成整体，像把城市群串起来的道路。于是宇宙网从理论构造变成可观测结构，不再只是电脑里跑出来的图，而是天空里可以被测量的实体分布。宇宙并非由相互漂移的星系松散集合体构成，它不是一盘散沙，它是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由看不见的物质塑造并维持，像隐形框架支撑着可见灯火。网络的节点是星系团，是现存质量最大的引力束缚天体，是宇宙里的超级城市群。一个星系团可能包含成百上千个星系，外加大量超高温气体与海量暗物质。可见只是表面，暗处才是主体。这些团簇像锚点，沿丝把物质拉向中心，驱动吸积与聚集，持续加固结构。当星系聚集成团时，它们会经历剧烈变化，环境不只是背景，而是改造者。高密度环境会剥离气体，抑制恒星形成，重塑星系结构，向城市挤压，改变人的生活方式。韦伯细致捕捉到这些变化，呈现星系在环境压力下转变的中间状态，让演化过程从推测变成影像证据。宇宙网并非静止，它是活的、动态的，不断重塑宇宙，把物质持续搬运、重排、升级。然而，尽管暗物质影响巨大，它仍是物理学最伟大的谜团之一。我们至今不知道它由什么组成，它可能是标准模型之外的未知粒子，可能是我们还没发现的物质家族成员，这甚至可能涉及全新的物理原理，迫使我们在基础层面扩展现有理论框架。尽管几十年实验不断推进，暗物质仍未在实验室中被直接探测到，我们还没抓到它本人，但它的存在仍不容否认，因为证据从不同方向、不同尺度一次次指向同一结论。每一条星系旋转曲线，每一张透镜图，每一项大尺度结构调查，都在重复同一个讯息：质量比光多。如果把暗物质从方程式中移除，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根本不可能形成，星系无法稳定，结构无法搭建。韦伯虽然没解开暗物质之谜，但他强化了暗物质在宇宙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论证，让需要它变得更明确。韦伯揭示早期结构形成速度之快，
表明仅靠可见物质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没有提前搭好的支架，城市不可能这么早出现。暗物质提供必要的引力优势，使星系能在大爆炸后短短几亿年内形成，像先铺好路再建成。它也解释为什么宇宙呈现今天这种样子：空洞、团簇与丝状桥梁并存，既有秩序又有层级。当暗物质主导引力时，宇宙空洞的浩瀚、星系团的密集以及连接它们的丝状桥梁会自然出现，向地形决定河网。然而，即使这种无形框架，也运行在一个被暗能量拉扯的宇宙之中，搭建与撕扯同时发生。暗物质构建结构，暗能量扩张空间，两股看不见力量相在拔河，决定宇宙的形状与命运。宇宙存在于这两种力量之间永恒的张力之中，一边让东西聚在一起，一边让一切分开。在较小尺度上，引力占上风，于是星系形成，团簇增长，结构得以稳定。从更大尺度看，暗能量占主导，推动星系彼此远离，并把越来越多空间区域推向宇宙世界之外，逐渐切断可见联系。韦伯向我们证明，宇宙不仅比预期更大，它也比我们想象更有组织，更相互连接，而且更依赖无形力量。我们看到的恒星、星系、星云，只是更深层结构被照亮的表面，像冰山露出的尖顶。真正维系现实的是看不见的架构，暗物质的骨架与暗能量的拉伸，共同决定我们所处的宇宙版图。当我们退后一步，从整体审视这套结构时，一个不可避免的认识会浮现：我们的宇宙全景其实只是局部视角。即使如此浩瀚无垠、相互关联的宇宙，也只是我们从自身时空位置所能观察到的那一部分，是一扇窗，而不是全部房间。除此之外，宇宙仍在继续，由同样无形力量塑造，在我们所能跨越的任何世界之外展开，那里同样有结构，同样有历史，只是永远不会传到我们这里。感谢您看到这里，如果您喜欢这种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宇宙讲得更直观、更好懂，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支持。我们下期见。